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会来关心到是伊朗的新战法拖垮了美国，飞弹狂轰约旦，无人机则是攻科威特，中东盟友现在集体转向了，而美国另一部分现在最新发信求救，真的美军没招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做深度剖析。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介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大家好。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的节目按赞。那么再次提醒观众朋友，我们的寰宇新闻台，尤其是在环球大战线的主频这边，我们现在有会员频道，按下加入这个键，才可以真的成为我们的战友。那么希望跟我互动的留言一样，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来针对这些回复。那么今天的大主题，我们来就每一战事特别做关心，因为呢，川普又下了最后通牒。这一次是在3日的时候，他在白宫公开警告伊朗，如果再不赶快签署协议的话，德黑兰接下来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斩首行动了。他还说呢，伊朗的官员现在可急了，已经主动向他打电话来求饶啊。那么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到伊朗外交部怎么说的。他说，根本这期间完全没有跟美国有任何的谈判呐，而他们现在关心的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问题，全部都是交给阿曼去来讨论的，所以呢，跟美国是没有任何的对话的一个管道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政治上面喊话，在军事上面，伊朗现在持续扩大对于这些中东波湾国家，还有跟美军基地有关的地方来做了多起的攻击。我们先来看到，在8月4号这一天，科威特境内传出了多起的爆炸声，传出至少3架的无人机攻击美军所使用的基地。而另外，我们来看到一艘货轮在阿曼的外海遭到不明抛射物给击中。在8月3号这一天，在荷姆兹的上空也击落了一架是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这是来自于这个伊朗的最新说法。而现在来自于路透社也针对了近期这几天伊朗的各种攻势做了一个整理，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战略叫做渐进式升高冲突的策略。路透社也特别解释了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再追求跟美军面对面的硬碰硬，而是也不打所谓一次性的胜利，而是把战火慢慢的扩大，而且是从4路的方向来做这个打击。好，所以这就是路透社特别提到的渐进式升高冲突的策略。我们看到哪4大领域来做打击呢？首先，针对于美军基地，过去几周伊朗已经使用了飞弹无人机，攻击的地点包括了科威特、巴林驻有美军的波湾国家，打击当地相关的基地还有相关的设施。再来荷姆兹海峡的部分了，只要呢这些商船走的不是伊朗所指定的方向，那么它就会进行轰炸。第3个是波湾国家的能源还有基础设施，所以锁定的都是跟石油有关的设施。最后是支撑现在波湾经济最重要的就是 AI 人工智慧数位经济的这一些资料中心也开始做打击了。CNN 特别报道，这当中包括了阿联还有巴林的亚马逊资料中心都曾经因为伊朗的攻击受到破坏，而现在服务立刻是出现了中断。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张将军怎么看了。川普一方面对伊朗下了最后通牒，但是我们看起来伊朗是完全没有在管的，继续的出招，从美军基地打到航运到 AI 能源资料中心，全部扩大战火。伊朗敢升高这一场冲突的底气是什么？那么我们从军事的角度来做判断的话，德黑兰的作战战略又是什么？张将军怎么看？德黑兰大概对美军的这些重要的战争潜力的关键设施来实施打击。那这样子玩下去的话，原则上伊朗会被他占便宜。为什么？他打的是美军的高价目标、高价设施，还有高价后勤。因为美军都是集中型的，它集中在中东地区，不管是约旦或者是这个科威特，还有卡达、巴林，都是属于集中型，它没有分散型。那集中型，你就会标定被伊朗做这个首要攻击的目标。第二个，美军大部分它的这些军事设施都没有长期的地下化，那属于露天，它是盖，当然它有盖这个敞篷，有这个类似这个坚固的这个掩体，但是问题还是露天，你露天还是容易被攻击，不是从底上攻击，你就可以从侧边做进攻，这个无人机从侧面
导弹可以从上面，但无人机可以从侧面就传进去了。所以美军在这一方面并没有非常强固，能够避免伊朗报复打击的这个坚固的军事设施。那我们看来，那现在那伊朗怎么用？伊朗打的都是报复战。那美军打伊朗，伊朗才做报复。你注意看，伊朗都是被动报复，伊朗没有主动报复。我一直看这个节奏，只要美军动他好，那我就准备要。那他有报复清单，这些清单的优序，它有排定它的重要性。所以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些相关的这些 AI， 还有运算中心或者资讯，或者我们讲到的直管通勤系统，这个就是伊朗要攻击的目标。甚至我们可以讲了，甚至金融哦，因为你这个 AI 跟金融是有相关的哦，你这个金融的这些彼此的这互联，或者是交易，那都是不是靠 AI 吗？这些都是伊朗所要打击的。那这样整个消耗战下去的话，谁比较吃亏？美国比较吃亏。因为美国的战略补给线太长，它要从美国本土用过来。那伊朗是就地以逸待劳，反正我这是我的家，我的大本营，我大本营来对你发动攻击。那美国既然是远道而来，补线那么长，美国就会劳师远征，这个对美国来看是个战略负担。那美国有办法克服，这是没办法，这是先天的条件是没有办法克服。再来的时候，那伊朗的目标是什么？伊朗战略目标就两个，第一个我就是要发展核武，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军这样子对伊朗的大肆报复，就是要你放弃发展核武。伊朗有答应没有？这是我战略目标。第二个，我就是要控制荷姆斯海峡。伊朗就这两个战略目标。到现在为止，美军有没有达成？美军没有。伊朗有没有达成？伊朗还在持续的控制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谁占上风？伊朗占上风嘛。那现在那个最坏的情况就是说，美军要继续薅下去的话，是美军比较吃亏。所以你看，美军打停停，不是说川普人心人数啊，不是啊，是因为力有未逮。到现在为止，他不靠海军陆战队，不靠美军的陆军，然后靠空中轰炸，你有没有重锤下去？没有，都是坡次攻击，并没有这个我们讲到的毁灭性的打击，没有。所以要打到石器时代，我看伊朗到现在为止没有，不要说石器时代啊，这彩陶还有这个黑陶时代都还没有达到啊，怎么会打到石器时代？所以按照这样目前来推估的话，伊朗的底气是比美国大概略胜一筹。好，那这些波湾国家如果看在眼里，看到伊朗它的底气比美国还要更高的话，这些波湾国家现在也要寻求自保了，可能认为说，那美国真的还可以保护他们自己吗？所以最新我们要来看到的是，美国在中东经营说10年的所谓的安全保护伞，是不是现在开始出现了破灭？而首先的破口就是我们特别关心到约旦这个国家了。美国事实上呢，每年提供约旦大约是20亿美元，这当中包括了军事跟经济上面的援助。换取的是，约旦的基地可以支援美军在中东的部署，但是呢，这个利益交换之后，真的有保护到约旦吗？我们来看到，从7月8号美伊停火安排在破裂之后，伊朗已经向约旦发射了60枚的飞弹跟无人机，而且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如果说从战争最初的3个月来看，约旦大约遭到伊朗125次的打击，但是在最近甚至这些打击的力道甚至比过往还要更加力道更强了。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攻击的数量已经是接近了前面3个月的一半了。那伊朗甚至是不攻击这些约旦的平民地区主要开始攻击到了跟美军相关的这些设施，所以呢，约旦的这些盟友就在想说，未来我们真的还要持续靠美国吗？这个是川普现在所担心的，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现在民调对川普真的非常不利啊。我们来看到 CNN 的最新民调，67%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决定跟伊朗开战已经伤害了美国，65%的人甚至认为川普的政策已经让现在的经济恶化。民众还抱怨，每多付1美元的油钱，就看到1名的士兵会因此受伤。所以呢，现在五角大厦想出了一个什么办法？好像看目前各种招数，斩首啊、轰炸啊，完全都没效。所以最新呢，这个五角大厦罕见的向美国的部队发信来征求他们询问说如何对付伊朗，你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策略？但真的是因为无计可施了，所以只好发这样的信吗？那首先请教大使怎么看？路透社形容伊朗的招数叫做渐进式升高冲突的一个打法。这一套打法真的可以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的空间吗？谢大使怎么看？对，这个渐进式这个升高冲突
其实是很精准的一个怎么样？很精准的一个观察。因为这场战争现在打了4个多月哈，8月228开始嘛啊，那事实上的话，它的节奏看起来就是你这个美军事实上怎么讲呢？它这个一开始怎么攻势很猛，可是呢，一开始以后没有多久，它的攻势就往下降，然后再重新从心理上，在这个物质上再重新装备的，再攻一次，又下来了，再攻一次又下来了，所以它是波段式的怎么样？波段式的越打越弱。其实你现在要看起来的话，第一波最狠，228时候那波最狠，那还用了钻地弹对不对？然后一波就杀死了什么？就杀死了48个伊朗的这些领导人。接着这个对德黑兰也有进行攻击那第2波就不行了，第3波更不行了，第4波就是说根本没打出去就已经收回来了，就川普已经变成什么 Taco 王了，他已经称王了，那不是在华盛顿称王，是 Taco 界他称王，所以反过头来你就看，其实是什么？是伊朗他对美国的打击量越来越强，促使美国的怎么样？他的打击力量越来越弱。所以其实这个路透社这篇文章他说，第一个就是川普，他说伊朗最善用是不对称打击。不对称打击，也就是说，这个你打我的重要的目标，我打你更重要的目标，我都针对你的军事后勤体系完整的体系去破坏。那没有说这个炸药今天炸那个，明天炸这个的一下50波、70波下去，伊朗没有，对，伊朗很清楚的，他是在不对称的打击，而且他打你的什么？打你的要害之处。第二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升级是精算式的升级，他每次在对等报复的时候，他都避免进行全面性的怎么样这个对抗，还有进行一种对抗会把你的这个战事会升高的。我从头到尾我就是对等式还击，我从来不主动攻击。虽然现在他因为渐渐升高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他就主动出击了。所以呢，这个里面这个路透社还讲，他这个最重要的，他抓到了战争的成本这个要素，是把这个战争的成本很清楚的转嫁给美国。那个就是荷尔姆斯海峡发生的这个功效，本来是伊朗被打的怎么样？这个什么很多基础设施军用基础设施一个个被打掉，那么甚至有些炼油设施也被打掉。可是呢，这个是伊朗，美国认为伊朗要付出的代价。结果呢，伊朗知道你美国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油价上升。那要让油价上升怎么做呢？就是把荷尔姆斯海峡就进行封锁，所以他很明确把你这个成本给转嫁。然后呢，他这个时间呢，也就是说，你每次打我的回击呢，都比上一次还要更狠一点。而且呢，我的打击呢，也让你越来越畏惧，因为我把你的这个所谓的你在这个区域里面美军整个的情报监察还有指挥系统一个一个给你打下来，所以我每次打你的时候，你就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反手之地，所以就让对手怎么讲呢？会产生厌战，那么久攻无效，然后呢，对手呢不但没有这个软弱下来的，反而越打越强，所以这整个一套策略就变成就是说，让这个路透社他们的文章非常的佩服，觉得伊朗很会打仗。那会不会造成这个这些什么美国这些让步吗？事实上，你看第一次的备忘录，美国就已经让步。我想现在在美国来讲的话，他最后说，我不是对伊朗让步，我是对海湾国家让步，所以因为海湾国家也一起叫他不要打了。是，那所以接下来海湾国家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他们还认为说这个美国可信吗？也就是说，美国在这边苦苦经营超过10年的所谓的中东地区的军事霸权，还算数吗？上次哥又怎么看？那另外就是说，美军罕见的跟他们的军队来发信，是希望说有没有一些新招数可以对付伊朗？因为目前的招数都不管用，是这个意思吗？那上次哥怎么看？对啊，既然在美军里头要士官兵提供一些打伊朗的点子，你看多荒谬啊！当然背后其实凸显的意义，其实就是美军，我们不要讲这个川普，
美军大概真的已经打到生无可恋。要知道，其实这次伊朗在攻击整个波湾地区当中的美军基地，已经打了大概288次以上哈。那加上今天的话，已经快要逼近300次，就空军基地已经打了好多轮回。在中东地区，其实主要美军大机大概40几个、47个或49个，所以已经打几轮了哈。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很多现在美军现在也散在这种民居或者躲在饭店里头，而且像伊朗也知道他们在躲，也继续开始在打这些饭店或包括可能是美军藏匿的所在。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得不说，现在无论川普或美军，他现在就是陷在一种说，就是说想打但是不敢打，但是不打呢又不能停的这种很窘境的时候，当我们看主要还是这一波，我们看第3波从7月29号开始，各位要特别注意哦，前面2波从2月底开始，包括7月初的7月中旬的时候，都是美国先打，然后呢，那么伊朗还击。这一次第3波是伊朗主动打，而且主动打之后，美国重新报复。然而我们看到了8月2号，因为每天都打啦，伊朗每天都打，可是8月2号伊朗打的时候，结果美国没有还击，8月2号美军停了。所以当然有很多的说法，而且在那个时候就看到说，川普马上就立刻改口，就是说又要停火啊，就是说又是波湾地区伊朗当中的要求，那么大家再继续来谈。可是你说真的，伊朗真的谈是为了要谈吗？当然，伊朗就当然公开就否认了。我们看这几天，其实我认为在整个伊朗主动攻击上，除了继续打美军基地，众所皆知，就约旦的这个美军基地被打得非常非常严重哈，因为波湾很多阿曼啊这些国家当中美军基地已经被打了，他们大量的飞机都挪到哪里？就挪到约旦。这次打约旦，主要在停机坪有100多架这个美军的这个连他们的掩体都不够用啊，所以呢，据伊朗的说法是，他这2、3天连续打约旦的基地当中，至少打了每天只要打2到3架的 F-35，是摧毁了，所以加起来说已经打超过6架了，但美国不承认。好，你看哦，打约旦基地之外，这2天最重要的伊朗的做法是什么？他攻击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在先前当中被攻击了多次之后呢，美国已经把整个伊拉克占据，就是在那边长久已经耕耘了23年的美军基地，所有的情报部分全部撤掉。那么在我们录影的前几个小时当中，其实伊朗是发动地面部队，包括他们的重装甲也都出现了。那么这直接要把伊拉克清干净哦，打到库德族的激荡所在，库德族的工人党跟美国求救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部分的灵活性，不只是跟美军对战。在整个大架构上当中，我们看到它这部分是伊拉克跟约旦。除此之外，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谈美伊战争，你不能不说，现在胡塞跟沙特这几天，也就是从7月底开始，也都在打，到现在还在打。在打的当中，虽然他们是局部在打，可是胡塞跟伊朗一样，为什么现在美军在思考出主意？因为胡塞，你不要觉得他好像是一个什么野装部队，胡塞可是2010几年就跑到中国、到杭州去学去中心化的布局。伊朗也是，所以现在美国你要打地面战，你根本不知道打谁，你把德黑兰炸烂吗？伊朗也不会倒。所以这种去中心化的战略体现在伊朗跟现在胡塞跟沙特在打，所以现在两边的部分战争其实现在在对付的，所以现在军事战慢慢的要转为政治战，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因为现在美国其中大选已经靠近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是现在包括中东的很多的国家对于美国的诉求，包括荷姆兹海峡都越来越不相信。那么现在北约虽然一度想要来加入这个战局，为了荷姆兹，可是被伊朗警告都退缩回去。所以我觉得伊朗整个这种国际政治，包括在美国国内战治的这个动手，是同时军事战略之外同时兼顾到的。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赶快来看到的是军事消息，歼36正式的官宣了，是空中加油机这一次实锤剑指的就是第2岛链哦。另外，等一下会来看到这个小档案的部分，也就是歼36它的一些战力哦，3发的无尾翼猎杀美军。那美军的部分现在有 F-47还在造，
已经甩开了美国空优一个世代，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的部分。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深度的剖析。先来看到大陆的6代机从不能说的秘密，现在呢是不是走到台前了，来到了官方的镜头？因为呢，我们今天最新要来关注到的是中国的军方，也就是它的官方账号中国军号，它最新发布了一段影片，首次捕捉到了歼36的一个最新清晰的影像。那画面中呢，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的是3具的发动机、无垂直的尾翼，还有大型融合翼身的设计。神秘战机直接从运20旁边给掠过去了。那在这一段影片当中，军方呢把给小六加油写进台词当中，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这个加油机当中已经可以协助歼36做这种长程而且高续航力空中加油的能力了吗？这会不会是歼36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呢？我们先来看一段最新影片。机长，咱今天给谁加油？先加六爷，再加小六。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官方公布的最新歼36的影像哦。那么我们也看到专家针对了这些片段来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呢，歼36如果能够在具有这种3具发动机跟有空中加油机一起支援之下的话，代表它接下来是可以长时间滞空做飞行的，也就代表它的作战半径会不断的延伸，从原本是比较近海的部分，现在到了第2岛链，甚至未来深入到西太平洋地区去了。好，我们也来看到歼36它的3大特性，等一下将军会有比较深入的一个战力分析。我们先来看到它的几个小档案。第一个，它的3具发动机可以支撑大型的雷达电子战系统。第二个就是它无垂直的尾翼了。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歼36它有取消了它的垂直尾翼，减少雷达反射，也就代表它的逆踪能力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最后呢，它有的是大型融合式的双三角翼，可以提供更大的一个内部空间，里面呢就可以装更多的一些不管是燃料啊、大型武器、雷达感测器、电子设备等等，有利于它未来提高航程哦。所以呢，换句话说，歼36的设计哲学不是传统的我们知道的这种极限战机的狗斗了，而是追求它未来可以看得更远，并且飞得更远、飞得更久，然后指挥更多无人机，也就是在敌人都还没有看见他们之前，他们就已经可以锁定敌人，然后做远程的打击。代表它未来的攻击范围已经可以延伸到西太平洋地区了吗？3大设计有没有什么战力特别值得拿出来看解析的？张将军怎么看？要发展一个新的这个飞机战机，你要想的是它的任务定位是什么，你要从事什么样的任务，然后再设计这个飞机。那这一个歼36，我认为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它飞机大，3个发动机，你3个发动机，你能不能拿推力干嘛？我就是大啦，我就是大，我要载弹量大，我的载油要大，我的2个发动机是不够的，我要3个发动机。那我这个3个发动机，飞机又更大。好，那飞机更大的话，你这个又要强调逆中，又要飞机更大，那要从事什么？我就要跨第1岛链，可能在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因为我够大，我油载的够多，我飞得够远。那你要从事的什么任务？我认为它定位逆中轻型轰炸机。你看它的3角翼那么大，它3角翼是从哪里开始？是从你座舱的飞行员坐到座舱，从后面开始延伸，一直到整个机尾，全部是3角翼。3角翼一般来讲是1/3。你注意看那个幻象战机或者是其他的飞机，都是大概1/3，然后再拉3角翼出去。机头在前面，没有，它从一离到座舱罩就开始变成大3角翼。增加升力，载弹量、载油量才会大。所以它任务特性，我认为是定型这个轻雄的。再来第2个，它3个发动机干嘛？那我发电量就够，我发动机3个，那我发电机就有6个发电机在发电，1个发动机带2个发电机，你3个发动机就有6个发电机。那你在那么多的发电机要做什么？电的话，就第一个，我给雷达，所以雷达一定看相位之内，一定看得非常远。我电力够啊，我电池不会打得远啊。第2个，我电站系统特别要强化，因为打仗将来一定是电站。没有电站，那电站你要靠什么？靠我知道我的功率，我的电够啊，我6个发电机耶，在发电呢，够绝对用。那我的电厂这个绝对可以出去来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空中自卫的功能出来。所以电站跟雷达是它的特色。我发3个发动机，另外一个就我们来看。它这个每一型呢，因为它这个出来是第5架原型机，每一个构型都不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它的你注意看，起落架是前后
前后串列，现在变成左右并列。它为什么这样收？它这样收起来的时候，才里面的话，它才可以减少它的这个面积，它就变成小，因为它就变成我们讲到的变成并列型了。一收起来的话，整个轮子就在里面，不用搞得那么大那么长。你注意看，它都在调整它的气动力跟它的飞机空气动力中心跟飞机的重心不一样。这两个跟飞机的俯仰操作跟它的这种空战动作是有相关的。那么这个歼36要不做这个狗咬狗的这个近战格斗没有，因为它太大不适合。那上面挂的绝对都是超世纪的远程空对空的飞弹，或远程空对地或空对舰的飞弹，是要这样来打的，都不是我们所讲的想到传统的战争。那现在它既然是不要去空中格斗，那你这个逆中战机是做什么呢？所以我把它定为轻型逆中轰炸机，是这个样。那将来的话，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的这个生产的速度快，我认为它这个5架原型出来啊，就准备要定型了，就要开始做量产了，那量产的话，批次量产跟全量产，我认为第5架完毕之后，可能第6架我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批次量产的飞机可能就要出来了，不会说我原型机做那么多，那你还没完成整个作战的部署啊，那你这样的话，你所谓为何？我认为第6架开始，我再判断大胆的判断，第6架就是批次量产的第1架。好，所以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歼36它的技术上面的升级，刚刚张将军帮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还有可能未来第6架即将要量产。那其实呢，我们看到目前为止是5架嘛，其实这些原型机曝光之后，我们看到它迭代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仅用了19个月的时间。那么从第1架的2024年12月底到现在，已经是有5架了，而且它不断的升级做测试不同的版本。那改进的方向包括了有它的进气道啊、起落架、尾喷口、机鼻、控制面等等。快速修正的包括了它的逆中设计的能力就变得更好，而且气动性能跟飞控系统跟发动机的整合能力也都有提升。尚志哥怎么看？代表说距离成军已经越来越近了吗？好，这次大家看到的时候是在大陆被昵称它叫做南6，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成都这边的话是南方，另外的话在沈阳部分是北方，都是第6代这样研发。那南6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所谓歼36的这个部分呢，已经具体看到在2年之内，我们已经看到五架原型机。那这次其实引起国外媒体讨论最多的，其实就还是它的，特别是因为它是3发动机，如果刚刚前面将军所讲的，但是在这一次具体看到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原型机当中，首先看到的是它的有军用涂装。通常来讲，你有军用涂装的部分，表示已经在测试你这个隐身逆中功能，这个蒙皮就已经在这个涂装头已经在测试这个逆中的实际状况了。除此之外，这一次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矢量喷口，因为过去来讲，它早前几代出来的时候，这个原型机的时候，因为它是无尾翼哈，所以这次它的气动布局，在国外评论就是说，哎呀，通常这种无尾翼的部分呢，它的这个垂直啊，或它的这个怎么推进功能、转弯功能啊，各方面啊都会比较差的。结果这次出来之后，大家的是大傻眼，尤其是国外方面。而且在这次看到的，包括中国大陆评论里头，有强调它现在包括有垂直转弯，包括高速当中360度回转都能够轻易做到哦。而且要知道，我们在对比现在说，就是现在以美国当中的 F-22来对比 ，F-22大概能够飞的高度大概是19800。这个800米，但现在在推估现在这个歼36能够飞高达25000米以上哈，所以当然这些都是数字推估啦，就表示说现在这个战斗能力真的很强。那大家特别注意的，我要讲说，不是我们现在只看歼36，我认为大家如果要观察中国大陆，包括歼36的发展，应该要看最近8·1，因为是8·1是中共解放军的建军节，所以在此前后呢，在官媒里头出现了有6集的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制胜系列，他把火箭军、海军、空军，第4集就是空军，这里头非常非常完整哦，而且这里头有包括从不同的空军单位。他的雷达军，然后包括他的空军，包括他的维修，从他们包括士官长，包括一些老军官的部分的角度去看在每一个军种当中最新的状况。我要讲的重点是不是歼36单兵多强弱？刚刚其实将军所提到的，中国大陆现在体系化作战，以空军来说，我看到在制胜里头提到，他什么？他们现在思考空军是干嘛？我不是说我的飞机跟你在几架缠斗，现在最重要的就最短时间之内把你击落击沉。
所以这个体系化作战来讲，以歼36在这个大体系里头，因为它很强嘛，大家都知道现在它可能陆基当中，它也可以从中间起飞。现在预计第一岛链台湾甚至逼近第二岛链，它不一定要舰载。而现在歼36当然也有发展舰载，如果跟航空母舰一起走，那基本上可以打到美国西岸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它等于远远的逆中的情形之下，在最快锁定，然后包括跟侦察机、空中侦察机一起整合的时候，最短时间看到你就可以把你打下来。它不一定要飞过去跟你缠斗嘛，而且它现在如果还飞到高空中，已经飞到快要接近太空了，在这个地方发射，你根本他们很多雷达是扫不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歼36不只是它现在功能多么强，然后一代一代原型机推出，而且即将要服役了，因为已经在测试涂装了哈。然后最重要的是，它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空军体系化作战里头，无论对台两岸，或者是中美最后中美日最后的对决的时候，它会在这个空中体系化里头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这才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好，所以我们看到不只是歼36，中国大陆整体的体系化作战，这个威胁性已经从近海一直延伸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甚至到美国的西岸去了。面对于这样的威胁，现在美国怎么做呢？我们也来观察一下目前美国 F47，也就是它的6代机的发展到底进度如何。其实呢，目前波音还在打造它的第一架原型机，那它的说法是最快2028年首飞，但是美国国会议员说，没有办法那么快啦，应该是要等到2030年的中期才有可能来首飞。那也代表说，美国如果真的是2030年的话，代表美国近10年是没有6代机，那它接下来怎么办？它就是要来继续依靠它的 F-22、F-35跟它的老化的 F-15跟 F-16。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它现在最大的问题还要面对的就是它一直在挑战它的下一代发动机，也就是 F-47的核心技术，他们要赶快把它研发出来，因为到现在还不够成熟。如果要换它现在只能先用旧的发动机，但是如果未来要换新的发动机，其实这当中又涉及到许多的重新验证的一些技术，又是另外一个麻烦。所以我们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如果 F-47要到国会议员所说的2030年中期才能完成，那这空窗期，中国大陆的威胁会一直扩散到甚至第一、第二岛链，在空中力量会完全的改变整个空中战场吗？甚至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制空霸权吗？介大使怎么看？对，这两个都是假设，都是肯定的。第一个，因为中国大陆必然会取得优势。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挑战美国在这个动摇美国过去传统在印太这个地区的空中的优势。因为任何战争啊，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你有强大的攻击力，你可以牵制这个敌军敌军非常多的战力，而且他会要反守，反攻为守，他要花到更多的这些资源跟布局啊。所以这一款这个歼36事实上的话，它照目前的预计，它会比美国的这个第6代战机起码超前5年服役，这个5年就会造成美国很大的空窗期。那这个领先5年会造成整个这个印太区域的这个空中中美两军空军的这个优劣这个态势。那因为这个歼36事实上它的这个作战能力跟它的特性那么现在很清楚的，一定会重塑未来的空战的一个规模这个规则，而且会改变这个中国空军跟这个敌对空军的一个力量的对比。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款歼36它的作战半径是3000到4000公里，它直逼第二岛链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第二个，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特色它是一个怎么样全面隐身，而且有一个超大弹仓的一个飞机。那因为它没有这个尾舵尾翼事实上它的那个折射面积就变小了，所以它的隐身效果会更强。然后它是这个机身三发的一个这个飞机所以它的机身也比这个传统的战斗机大非常的多，所以它的载弹量也会增加很多。所以全面隐身再加上超大这个弹仓，这是它的很大的一个战力资源。第三个呢，就是因为它的电力非常非常的强大，
那它可以作为一个空中战力的空战的一个指挥中心。是除了它本身的有先进的传导以及 AI 设施以外，它还可以指挥所谓的中程僚机跟它一起作战。所以这一款飞机出来是绝对会改变这个整个印太区域中美两军在空中的战力的优势。好，谢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川普的关税神话现在沦为骗局吗？因为呢，现在他的关税一旦是确定违法的话，要退税给美国是2.6兆。那么另外美债不断的增加，现在每天光是要付利息就要支出30亿美元。美国方面现在难道是靠卖日元来稳定美债吗？下一场金融风暴在美国的部分会不会来袭？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跟我们做互动。如果您认为美国经济危险，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早还非常的好，那么留言写2。我们来做互动。好，先来看到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战，现在带给他的政治还有经济上的反噬真的非常大。他原本关税战预期的事情是说制造业回流，然后呢这些供应链完全的离开中国大陆，增加美国收入等等，但现在这一些选项是完全都没有实现。那么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呢，是301条款是当时川普所提出来的嘛。那么现在最新消息是全美25州包括了民主党在内主要是民主党联手一起对川普提告，质疑川普政府利用他的职权扩大301的关税。他说这个已经超越了法律的授权，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批评川普的301关税战根本是一场骗局。好，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呢？如果最终法院确定说川普的关税战违法的话，那么接下来川普政府就必须要退款给企业，那么预估金额甚至上看，把它换算新台币是2.6兆元。那现在也传出呢，亚马逊已经说了，接下来如果我们拿到来自于美国政府的退款的话，大约是6亿美元的话，我们会把它全数退还给消费者。好，这个是有关于关税战的部分哦。那么川普的301条款，那另外就是说他希望打关税战的原因是因为可以让制造业回流嘛。但是现在的大问题是说，真的有回流吗？我们来看到当时呢，川普说，你们不要在中国生产了，去东南亚生产吧。但是最新过了这么几年，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就在抱怨其实在东南亚生产的成本比中国高了大约15%左右。中国大陆这边拥有非常好的一个零组件跟物流，甚至整体的上下游配套，这些都是东南亚地区不足的地方，所以短期内他们还是选择企业留在中国，甚至采取的就是中国+1，就是中国加上某一个东协国家的一个这样子的策略，代表川普的关税打了这个制造业回流，现在也完全都没有回流。最新民调我们来看到，川普的支持度来到了新低35%，民主党近10年首次在经济议题上，竟然他的支持度已经超越了共和党。好，先请教尚志哥怎么看25州对川普的301提告，企业可能拿回2.6兆元退款，是否这一些关税战现在美国自己买单？而且他的财政本来就已经有面临到许多的压力了，现在变得更加困难吗？尚志哥怎么看？去年在川普呢，对于他这个瞒天喊价的这种关税，当然被美国联邦法院最高当中判决他是违法的，因为这个权利是国会的，所以呢，在现年其实大吃瘪那结果，川普现在推出了，在7月23号，由美国贸易代表处他推出了这个新301条款。它的理由内容主要是说，某一些这些企业，全世界当中你有强迫劳动的部分，然后呢就要给你科以这301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而且7月23号宣布，7月24号就立刻实施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为什么大家现在就很火大？这件事情就在于是什么叫强迫劳动？比如说，以中国当中就很多被处罚的这个厂商，他们就说：天哪，我现在90%都是机器
在做事情，工厂里面跟外面根本没有人了，你还说我强迫劳动哈？是，所以当然这次针对的部分呢，其实主要有包括欧盟的国家，另外中国当然是最主要，另外还有东南亚，它的大概税是这样子，大概是苛征的大概都是大部分都是10%，跟最高到12.5%，像中国跟东南亚都是12.5%，所以这里大家知道哦，301有些去年当中一些旧税，也就是说301去年就有科喽。今年这个时候是新科的，举例来说，中国大陆科最重的当然就是电动车。电动车在去年301的旧税当中，跟基准税大概就100%嘛，都知道，所以你就根本进不去。然后这次又被加科了12.5%，那所以要知道它大概是这样子的规模，而且你盘点起来，除了这种电动车啊，然后电池、光伏啊，所有这些，甚至连稀土哦，永磁都还是被科了12.5%。然后另外各种的产业，重工业。另外，民生消费当中是一大箩筐哦，但中国那当然，这样大家在看主要这个里头，虽然是对欧洲、中国跟东南亚，可是实际上都是针对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很多是绕道东南亚海外再出口到美国，所以要把这个部分封住哦。好，所以我们再看这301当中，因为到底这个关税是中国付呢，还是最后是美国消费民众付？所以现在25州联手，就现在通膨已经这么严重了，包括每一个州的基础跟公共建设都会用到中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你现在又科的这个税，最后还是我们要自己付，里头很大的原因在此。可是呢，我们要看的其实不是这关税，关税可开、可调、可减，跟最后又推翻了。我们要看的部分是，既然是又出手这个关税，对于现在中美方面的，包括经贸跟各方面的关系，尤其9月份的部分，习近平到底会去美国，大家现在要开始慎重的看会不会有影响了。我们知道早先王毅其实就已经跟卢比欧的部分已经2次打电话，在菲律宾见面。已经谈了这一点，虽然两边都没有讲说啊，我们是不是会影响到习近平访美，但是你可以看到这种严肃性，因为呢，在此之前，我们看到7月底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贸易谈判代表何立峰商务部副部长已经跟贝森特、跟格里尔，就是贸易谈判代表做电话沟通这里头美国是干嘛？是美国打电话来的美国问说，你大豆到底买不买？你说要买2500万吨，你现在只买了300万吨，这是怎么回事？那你的稀土怎么又把我们扣住了？就美国现在其实一直在出重手，包括科技的黑名单也才刚刚出来。可是你还在讲说，你们怎么没买？可是在中国大陆何立峰那边其实也没有客气，就像刚刚讲说，你科技现在封锁我们是什么意思？对台军售这个最关键的，你不能说你延迟。你要有个具体卖或不卖，你要说清楚。另外，日本的最近的动作也提了一下，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话的这个机制其实已经越来越到底层，越来越强烈。所以这一些的关税的部分，我认为是周边的环境，但是这里头是直指现在中美关系到底有没有5月的这个蜜月期之后，后面会开始恶化，乃至恶化到最后习近平不去美国呢？这才是最后要观察最后的中间点。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关税战烧出了美国的通膨问题，另外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期川会有没有可能真的举行？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关注。那另外就是说，上次哥刚刚帮我们看到了嘛，美国现在加大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力道，制裁的力道。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新增了43家的中国企业列入了强迫劳动的黑名单当中有一些具体的企业，等一下我们会来看。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现在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刚刚讲的是在财政上面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现在来看到债务的问题，美债危机浮现。来看到最新美国财政部上修的数字本季的借款规模来到了7000多亿美元，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更是突破了5.2%。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其实是2007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现在市场忧心是说，会不会大家对美债越来越不信任，最后甚至未来会有抛售潮呢？因为现在美债已经逼近了40兆美元大关，占 GDP 的120%。美国一年现在要支出大约是1兆美元的利息如果算每一天好了，大约一天最高可以达到30亿美元的利息。美银因此现在最新提出了警告，他说呢，你政府再不赶快来抗通膨，提出具体的政策的话，投资人就会降低对美债的信任，是不是美债就会危险呢？所以呢，市场甚至传出美国为了要稳住美债所以呢才会要希望日本这种美债的持有国好好的承接住美债，也承接住美元，所以我们才看到昨天会有一个动作。
这个比较特别的动作，就是美日睽违15年一起联手救日元的动作。川普嘴巴上说，对我们是因为呢日本求我们才协助盟友的，但是财政部也特别揭露了，美国财政部说，他们这一次采取的策略，并非是传统的卖美元买日元，然后去救日元，而是卖的是欧元呢。这看起来有一点吊诡，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美国出手绝对不是为了救日本。美国是为了救自己，对，那这个而且这个要救日元也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上一次日元要救的时候，日本人就花了740亿美金，这个去救日元，结果还是没守住啊。那这一次我们贝森特那个被人家看到的那个是准备出50亿或100亿美金，这个是比较没有怎么讲呢？数额上看起来比上一次来讲的话少很多。那可是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他用透露机密的那种感觉让人家报道出来，其实这个就变成，其实在货币市场上，甚至任何的有关金融市场上，心理因素很大，心理因素会影响很大。当然这就显示说美国要出手，所以事实上的话，这1-2天效果还不错啊。日元不是跌到158了，升到158了，那还是有效果。可是中长期就很难说了。对。不过就美国来讲的话，其实一般的看法，美国这次基本上是怎么讲呢？它是要怎么样？要护住美债市场，所以呢，才去把你那个日元稍微帮你稳住一下。要不然上一次日本财政部这个卖了740亿的美金，还稳不住的日元，对不对？740亿都是美债啊。所以日本如果这一波再去抛美债的话，这个对美国目前这个所谓的这个债务市场的问题只会加剧，不会改善。所以它最基本的还是要怎么样维护美债自己本身的这个市场的稳定，这个是它第一个出手的目标。第二个，它也是防止日本出现怎么样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一出来以后，在目前情况下，美国也很难这个怎么样全身而退。也一定会受到日本的这个金融危机受到影响，它会有这种所谓的这种连带效果，所以也是要稳住全球的金融市场，这个目前对美国比较有利了。是。那还有就是贸易跟产业的考量啦，因为你如果让日币一直跌的话，那日本的产品事实上就越来越便宜越来越便宜的情况之下，那跟美国的贸易逆差又会加深。所以怎么算都是为自己算美国从来没有要替别人，从来没有想做什么去救别人的。不过最大的大家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说美国这算不算汇率操纵国家？以后他说别人汇率操纵国家，是不是还要听美国那一套？好。这个是我看到这个最新针对于美债的问题他去协助日元救日元，但是不是就是为了稳住自己的美债呢？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关于关税战的部分嘛，刚刚说这个美国打中国加强它的力道，现在具体列了43家的中国企业列入强迫黑名单当中，那当中包括了爱华集团，它是中国大型的铝电解电容器企业，还有恰恰食品是知名的食品企业，那他们用的理由是涉及到新疆强迫劳动，限制产品进入美国。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只是美国想要增加他的谈判筹码。我先制裁你，那你要来谈啊，对不对？想要取消制裁，那你来谈啊。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些招数。那我们看美国的它的短板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一向西方国家强调的是自由贸易，那自由贸易，那你干嘛要设限？我这个43家的这个中国企业，你凭什么要设限他们？他们是因为有这个强迫劳动然后因为强迫劳动而造成产能过剩所以低价卖给我们。那你这个理由有十足的证据吗？我倒认为这个是非常值得怀疑的。那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美国的逆差。美国买太多中国大陆的东西。我们就今年现在8月，我们看到去年2025年，这个中国大陆的对美国的顺差赚了2800亿美元。你看看中国大陆卖给美国是卖给美国4200亿啊，
但是中国大陆向美国买1397亿，是这一来一往，就是我刚刚所算到的2800亿啊。那你赚那么多，那美国就希望，那你多买我美国一些，你要多买我，那你现在不要多买我，这个制裁你43家。第二个就是美债，美债总共39兆，您刚才有讲，39兆里面啊，27兆啊是他国内各个企业的老百姓买的这个美国国债，另外12兆是全世界国际在买美债。最多的我们叫做日本买美债1兆美元嘛。中国大陆多少呢？中国大陆到上个月啊，中国大陆持有美债6593亿，还那么少哎！你赚我那么多钱，你只买我们美债才买6593亿。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啊，在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啊，占美国这个整个的全部的31%，就是说我美国买全世界那么多东西，你中国大陆一个人就赚了31%。那你美债呢？你美债持有的占这个12兆卖到外面的，只占了5%。你怎么只占5%？你赚我31%。全部的钱，你只买美债占了5.5%啊。所以美国就说你的美债还在，你不要再抛。它这是15年来最低的6593亿，这是最低的。目前中国大陆，所以你看美国它的短板太多了。贸易逆差太严重了，那希望中国大陆来买，就跟刚才上次有讲，就是说我们讲大豆要买2500万公吨，2500万哦，公吨哦，你现在买300万公吨，那你还有好多要买啊，是不是？那这里我要制裁你，那制裁你大家来谈嘛，那来谈的话，他会开出清单，你要多买我一些。其实我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内产业结构出了大问题，所以才会造成它竞争力低落。卖出去的东西少，买的东西就多，因为卖东西贵啊，买进来的多，便宜嘛。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再来看到 DeepSeek 把 AI 砍到了一个白菜价哦。现在说呢，成本只有 Cloud 美国的 Cloud 的1%而已，算力还是不断的升级的。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现在在拼它的记忆体晶片哦，长兴存储狂盖晶圆厂，中国会打穿美国的 AI 全产业链吗？今天我们来做深度剖析。好，来看到的是全球 AI 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价格斩杀线吗？这一条线不是美国矽谷这些巨头所画下的，是中国大陆的企业。今天要来看到的是 DeepSeek 所画下的这个斩杀线。因为呢，它到底有多便宜？它推出的这一款 V4 Flash 的版本呢，官方定价现在出来了，每100万个输入的 token 只要0.14美元，输出是0.28美元。好，这样讲大家可能还没有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大模型，中美之间的大模型来做一个价格上面的比较，就可以看出来了。好 ，DeepSeek 现在呢，我们看到大约是0.03美元，那么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 Kimi 是0.86美元，最高的现在是美方的 Cloud 是3.15美元。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如果把 DeepSeek 跟 Cloud 来比的话，它的这个它的算力还有它的技术 agent 的能力暴涨了60%，但是它的成本竟然只有 Cloud 的1%而已。好，另外除了价格战之外，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很重要的 AI 大模型，也就是巨头阿里巴巴了，它也推出了一个新的模型，这个是2.4兆参数的通义千问的 Owen 3.8 Max， 而且它接下来还会开放它的大模型的权重。直接会受到冲击的，恐怕现在就是 OpenAI 跟 Anthropic 他们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了。有关于价格战的部分，上次哥怎么看？这次这个 DeepSeek 出来之后，因为 DeepSeek 是不会宣传自己的啦，但是呢，什么是最好的宣传？就是它的超低价格，而且这次超低价格的影响程度是如何？它穿破了整个美国 AI 产业，包括 OpenAI， 包括我们刚才 Anthropic 的部分的 Claude 的相关的部分的这个价格，这是破底哈。我们现在刚刚看到这个价格是很好的统计，就是在同一个做一个100万
100万的这个字节元素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统计当中要花费的 token 的钱，DeepSeek 竟然是这个最贵的这个 cloud 当中的1%耶。1%这种概念，所以呢，你要知道，在这个 DeepSeek 的部分推出这个 VC， 我们是这样子 ，Flash 是它的基础版。更厉害的是 Pro 版，但是现在大家拿 Flash 来比，因为大家的入门基础版，大家一般的中小企业用的已经够了哈，用这个来对比，所以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便宜 ？DeepSeek 主要是 DeepSeek 在它的基础当中，它有个能力，就是它做了所谓延缓记忆能力。你要知道，如果是在 OpenAI 那边，你打了很多的一些复杂，比如说你要做程式、要做图或各方面，你在打上去的这些时候，其实就要耗费 token， 而DeepSeek 跟包括 Kimi 也都一样，他们可以延缓的，结果你在打部分不用花他们记忆体，而在运算当中，他们也最有效率的达到一些基本的这个运算参数来处理，所以功能一样强，但是它就不用耗费那么多的 token 哈。所以这个 DeepSeek 刚推出来之后，在对转时间之内。先前他已经是第1名了啦，他现在先前又把 Kimi 这一件又把它打掉那为什么能够这么便宜？刚刚提到了，但不得不说，还是第一个，他还是第一个，在他们的这个所谓延迟技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主要还是长久以来，因为 DeepSeek 为了他们没有最强的辉达晶片，所以他们在整个基础性的软体写到透。最近 Meta 的这个祖克伯部分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一点。他说，就是中国因为晶片不够强，所以他们对于基础的要怎么样发挥软体的部分架构到最底是吃透的，不像美国，因为算力够嘛，我们就随便写一写哈。但第三个还主要是梁文峰梁文峰这个创办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哲学，他还是认为当中第一个他考虑的问题是3年后、5年后的软体架构问题，他现在就要解决，他不是说为了现在要赚钱或跟人家比拼所以他有他自己的节奏跟进度，而且他认为就是要便宜啊。而且他认为他现在这么便宜，他都还有6成就讲6倍的利润呢，他还可以更便宜，如果他要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中国大陆现在是这样子 ，DeepSeek 大家认为，Kimi 智谱是我们最近的大家还要注意阿里巴巴以及现在刚刚讲说字节跳动的国外版的，就是豆包的国外版 Dora。另外，不要忘了小米的这个数据库在工业上应用也是很厉害的腾讯的浑源在这种商业画游戏的时候很厉害，就这7个，现在这7个是美国现在最常用的，大家要记住。好，所以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它的大语言模型的飞快发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随着中国大陆的 AI 崛起，他们也开始限制住，很担心这一些技术被美国拿走，所以他开始针对于国内有很多的限制。首先是针对人才的限制，另外就是晶片设计这个技术害怕外流的一个限制。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人员的限制，它推出了新版的出境入境管理规定。这个9月15号会正式的施行，反正意思就是说，中国公民他们很担心你把他的技术啊，或者是国家产业带出去，所以如果你带出去违法的话，就会来限制出境。第二个是这个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简单来说就是要强化中国大陆的晶片的设计的登记，还有智慧财产权等等。所以这个被设起了所谓的中国 AI 国家级的防线，意思就是说，对，模型可以输出，产品可以输出，但是核心的技术还有人才，你必须要留在中国大陆之内。谢大使怎么看？其实它这个主要是限制技术并没有限制人才人才还是可以自由流动。那它只是说，就是说中国公民他的行为可能危害到国家产业安全或技术安全的时候主管部门他不需要这些司法单位的这个宣告，主管部门就可以直接对这个个人采取这个出境的限制。那这个基本上它反映一个现实，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这个注意了，也就是中国已经有很多技术已经被别人在怎么样，在这个target 了，已经设目标了，准备要动中国这一方面的这个奶酪了。所以过去中国大陆没有领先技术的时候，没这个必要。那这就显示中国大陆，尤其在这个半导体、AI、生物医药很多方面，它已经有领先的技术了，已经变成外国公司或者外国的商业间谍它所觊觎的对象。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今年初的时候，我们也谈过一个案子嘛，就是 Manus 嘛，就是中国大陆一个 AI 的一个新创公司，它因为 Meta 要买它，花20亿美金买那他是先把技术移到哪里？移到新加坡，然后成立新加坡公司把技术带走。
那可是这件事情，中国大陆发改委在最后一刻他还是出手，然后而且他约谈了当时2个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嘛，那结果这个就是说，美国的公司并购中国的新兴的 AI 公司的这个案子就被打消了，所以就变成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尖端科技的可以输出的国家了，所以它这个主要是在限制科技技术的输出哈。当然，它将来会不会就影响到说吓跑自己本身的人才？我觉得人才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吓跑了，人才会因为他有没有一个生态环境有利于他的科技跟他的事业发展。我想梁文峰的话，他去美国的话，没有人会给他这么多钱的，没有会有这么多天使基金会给他的，也不会有这么政府强大的力量在帮他的。对，杨植林也是一样啊。王欣欣也是一样，而且他们本身都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土生土长，他做什么事他都方便，所以我觉得真正人才，我觉得不会受这个影响，对。好，所以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这一场 AI 科技战哦，除了比模型、比人才，还有我们看到的是技术之外，现在另外一个我们要来讨论的，还有包括了记忆体大战。好，最新消息是中国大陆的低润龙头长兴存储，它传出了，我要开始来扩张我的产能，在北京新建第2座的12寸低润晶圆厂，并且加上这一家在上海跟合肥的产地的话，扩产计划顺利完成，长兴存储可以提高1倍以上的产能，直接挑战的是3大个企业霸权。第一个就是美国的美光，还有2家的韩国公司三星跟 SK 海力士长期低润市场的垄断。那现在传出呢，因为呢长兴存储它的这个记忆体的晶片价格真的比较便宜，那这个苹果的公司呢，为了要买到比较便宜的，同时也分散这个供应链的风险，所以想要跟长兴存储买。当然了，美国的国会议员是立刻的，还有美光立刻的反对这一项决议，说呢这件事情是违反国安法的。将军怎么看？那个长兴存储，我们知道它有价格优势，就是便宜。我们同样规格，但是我就是便宜啊。那便宜的时候，如果是美国议员没有这方面建议，那这个只要一使用一买的话，那以后变成会有我们讲使用的惯性，你就会一直买下去。为什么它便宜？你要不要再买贵的？同样规格，你要买贵的，不要了，那你就买长兴存储，那就不是依赖性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贸易保护，它要保护他们国内的产业。你不管是海力士或者这个韩国的三星，或者是美光，我就是要保护就对了。我如果买它的，那以后就一直买它，会买下去了。那我有3个理由，大家可以明白。第一个，你注意看，美国会想，这有国安疑虑。那一讲国安疑虑，它有后门程式，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吧？它有关进去这有国安疑虑那我们就不要买。国安疑虑常常用嘛。第二个，我们可以知道，它产能过剩，它这在倾销，你倾销这个违反贸易原则，你这个倾销你就垄断呢，那你就不可以，对不对？那你这个产能过剩，你看我们知道那个以前美国的那贸易部长那个叶伦最喜欢讲，产能过剩，对，每次讲产能过剩，什么叫产能过剩？我就做得多，怎么叫产能过剩？我的身上我没有刻意产能过剩，是你们叫我产能过剩，是我低廉，是这个问题。那第3个是什么？他强迫劳动，所以他不能买他的，他强迫劳动。你看看这3个，他随时在运用他会换理由，一下产能过剩，一下强迫劳动，一下国安疑虑。